闻佛音，见佛法。大家好，感谢各位师兄收看今天的节目。明天和意外，我们永远不知道哪个先来。3月21日，一条新闻点爆了热搜：一架搭载132人的波音737客机在广西梧州藤县坠毁，并引发了山火。怀疑、惊诧、不敢置信，这场意外不知道将会造成多少家庭破碎。截至22日，伤亡情况未明。常听人说，这世间除了生死，其他皆是擦伤。在灾难面前，人类显得太渺小了。根据现场视频画面能看到，不远处的山林燃起了熊熊大火，浓烟滚滚。我们只能祈祷，如果这世上真的有奇迹发生，希望它可以降临在现在，希望伤亡小一点，希望所有的乘客都能安全回家。同样让人感到揪心的，还有3月20日下午的那场邯郸车祸。2022年3月20日16时40分左右，邯郸市人民路与府河大街西口南侧，一辆白色小轿车在非机动车道内撞上多辆非机动车，造成了现场14人受伤。截至目前，4人经抢救无效死亡。轰的一声，只有短短10秒，造成了4个家庭为此痛苦一生。从监控视频我们可以看到，现场地面一片狼藉，本来高高兴兴逛街的几个人再也找不到回家的路了。也许1分钟前他们还和朋友约好晚上去家里聚餐，也许2分钟前他们刚和家人打完电话，说自己一切安好，让远在老家的父母不要挂念。可这场突如其来的意外却让他们和自己最爱的人变得阴阳两隔。你看，人生唯一能预知的就是世事难料，我们能做的也只有为他们念一句南无阿弥陀佛。时间拨回1990年，1990年，广州白云机场发生劫机事件，飞机迫降失败，128人遇难。被劫持飞机的幸存者一共18人，大部分断手断脚，然而其中却有3位只受了点表皮轻伤，令人惊奇。而据3位轻伤幸存者之一的冯锦彪在2008年时自述，他之所以能够逃过那次劫难，只因在发生时做了一件事。我们一起来听。广州空难已经18年了，虽然各种各样的报刊杂志都有不同的报道，但至今未见有幸存者倾述整个事件的经过。故此，我现将当年亲历见闻真实的记录，使大家有更多的了解。我名冯锦彪，于1990年9月30日与2位同事黄昌华、林婉明在厦门办事完毕，即由我去购机票。在购票时，售票员问买不买保险，是2元一份，可赔保5万。我说不买，但见旁边购票的一对情侣正填写保险单，每人还各买2份。听他们口音，原是乡里佛山人，后知是同坐一部飞机，在机尾14排座位，飞机出事，他俩都遇难了，获赔保20万元。购票之后，我们3人齐去南普陀寺游览，先登寺后的五老峰山眺望大海。事时黄玲2人说我脸色不好，好像很脏或是有病，乌云满脸。游完五老峰山，再进南普陀寺，随到各处殿堂都礼拜参观。行到课堂门口，我随即提议，不如做场法事，可以消灾解难，增福延寿的。黄玲都说好。走进课堂，问负责的老居士要做法事，他说难啊，排期要1个多月。话音刚落，忽然出现一位高大的法师，他对老居士说，就同他们办理一下手续，明天就安排做吧，并约好明早4点半到。第2天早3点半，送我们去南普陀寺的出租司机问我们与寺院是否有很熟悉的人，一般本地人做法事也要等2个多月。我们说没有，他不相信，觉得不可能。进入大殿，僧众庄严，住持妙湛大和尚清主法事，持香随他念佛。说也奇怪，手中的香震得很厉害。法事圆满，时间尚早，我们再登五老峰山，天光大亮，心情舒畅。黄丽2人看我脸色，都说奇怪，昨天乌云满面不见了，今天气色还不错。10月2日早上6点，来到厦门机场候机大厅。当我走去取登机牌，快到服务台时，有一人突然快步冲上，抢先领了10多张票。到我取时，已是9排 A、B、C， 黄玲坐 A、B， 刚好靠着太平门，我坐 C， 靠近通道。到6点半钟开始登机，我们慢行走进飞机拍照。这时我见一青年吃2束花，持黑色香，当时就觉得这个人非常古怪。后来我们还跟他一起上的飞机，
他坐机尾16排 D 座位。后知此人正是劫机犯，是湖南常德县临丰县人，名蒋晓峰，时年21岁。他与飞机师岑龙玉局长在驾驶舱里一起遇难。到6点57分，飞机起飞，空姐照例送来早点小食和饮料茶水。过了半小时，到7点25分，飞机到达惠州市上空。那个持花人在机尾突然快步冲去头等舱，碰着空姐抛掉花束，手握小黑盒，大声说：“不要动，这是引爆器，一按就爆炸。”他对着驾驶舱门拳打脚踢了几下，门即被打开。他冲入后，让所有机组人员出去，只准留下飞机师一人驾驶飞机。接着他声称要去台湾，不看见青天白日旗的标志不能着陆。过了几分钟，空姐向大家宣布我们的飞机被劫持了。看他很难过，满眼是泪。大家此时心情很沉重，很多人也两眼泪水。此时我们都做好了最坏打算，收拾整理行装，收好身份证、机票、食物，系好安全带。又过了半小时至8点钟，我们到达广州上空，飞机飞得很低，准备降落。此时劫机犯看见机场到处是5星红旗，知道并非台湾，随即暴打飞机师，并大叫要飞台北，不飞就大家一起死，同归于尽。飞机又再拉升飞高，首降失败了。于是我开始念观世音菩萨，念念之中决心寂静，机舱也很静，眼前出现一片光明，看见观世音菩萨显现其中，穿着白衣盘坐在竹林石上。大慈大悲观音菩萨。又过了1个小时，到9点4分，飞机在广州上空一圈又一圈盘旋，燃油亦将耗尽。空姐陈义珍对大家宣布，飞机已无油了，将要强行降落，请大家做好准备。飞机降落，我击开太平门，你们就从太平门逃出。宣布以后，飞机突然飞得很高，进入云层，一片黑暗。过了一会儿，冲出云层，前面是一座大山，大家喊叫，以为要撞山了。飞机突然急转，忽然看见了跑道，就立即降落跑道，飞机成功着陆。乘客以为自己脱离危险，顿时大家欢呼鼓掌。此时劫机犯暴打并紧紧抱住飞机师，使其动弹不得。只见机组人员一起冲向驾驶舱搏斗，瞬间飞机失控偏离跑道，冲进草地，飞机高低颤抖，左右摇摆，行李乱飞。飞机接着又冲向停机坪刚下完乘客的成都707级，用机翼撞断了机头和撞翻旁边的充电车，然后又冲向装满乘客的上海757级。飞机突然飞起10米多高，飞机的腹部撞着上海机的背部，顿时轰隆巨响，浓烟滚滚，火光冲天，上海机断成2段。我们的飞机就在我座位后排断开2截，我所在的飞机前节断机，撞后再冲上天，在空中打滚翻跟斗就摔了下来。此时飞机轮胎朝天，舱内人被倒吊，未死的乘客都痛苦呻吟挣扎，惨叫声一片，浓烟火团像火龙土喷冲来。这时我们3个人互叫互问有没有事，齐喊赶快离开。黄玲2人很容易就从太平门穿出去了。我见坐后面的2个美国留学西安的女大学生，一个不动，一个未死，拉了她几下拉不动，我就在断口爬出，刚起身抬头，却见一个公安双手握着手枪，指着我喊不准动，不准动。知道我在救人，后来他专程到医院向我赔礼道歉。我们3人离开飞机后，聚坐在草地上。这时一辆吉普车开来，送我们去候机楼接待室，逐个询问登记。我们坐车经过现场，看见的情景甚是恐怖惨烈，尸体肢节成各种形状，难以形容。女同事林婉明看后全身抽筋，被吓晕了。一场震惊中外的国际航空史上罕见的特大空难就这样发生了，3部飞机相撞，全部报废，3部飞机伤亡200多人，真正死亡128人。我在候机楼登记后，随即被安排上救护车，送到广州陆军医院6楼茶水房住院检查。到了傍晚，李鹏总理、政治局罗干来到6楼探望。罗干来到床前握手问候我说：“你是厦门籍的，有无伤啊？当时在飞机上怎么样？”我回答：“当时闭目称阿弥陀佛和观世音菩萨。我们3个人曾在南普陀寺做过法事，这次3个人都无事。”大家都笑感叹，都说奇迹，真是不可思议。我出院1个月后，再飞厦门南普陀寺还愿。没有什么比活着更快乐，也没有什么比活着更艰辛。
是呀，人生苦起来的时候，加再多糖也没用，好一个人间疾苦，好一个活着。这世间多的是假欢喜，真苦难。有些人没能撑过那个冬天，有些人没能撑过这个春天，但无论如何，我们还是要向前看的。好了，今天的节目就和大家分享到这儿了。离别时常说人生何处不相逢，聊以宽慰自己，但其实我们都明白，人生都是过一天少一天，见一面少一面。有些转身真的就是一生，有些离别真的没有再见。太多来日方长都是后会无期，永不相见。别等到人走茶凉才去追悔莫及，别等到时过境迁才知遗憾万分，别等到天人永隔才懂天道无常。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